不可否认，如果是买生活小物，往往可以随心所欲，因为即使决策失误，也不会造成很大的麻烦，无非是浪费点小钱，忍痛丢掉罢了。但如果是给家里添置大件物品，不管是家具还是家电，都需要谨慎一点，因为一旦买到不实用的大垃圾，就会变得进退两难，直接丢掉，浪费钱不说，也心疼，留着吧，又不好用，还占地方。比如本期分享的这8样，就是典型的家居大垃圾。听劝，咱就别再往家搬了。1. 长绒地毯，大家对于地毯难打理的错误认知，都是拜它所赐。视觉的蓬松感，柔软的舒适度，依托于这种天然的卖相优势，直到今天还有很大的市场，但基本用过的人都不会再用了。很多人口中难打理、长虫的地毯，其实说的就是长毛地毯。网友艾特小赖熊，我买过长毛的，半个月没洗，里边黑的污垢，头发啥都有，想拿去洗，还结块，恶心的直接丢了。网友艾特爱吃香菜，谁能理解家里有长毛地毯的痛苦？不能机洗，只能手洗，真的好累。关键句能藏垃圾，虽然好看，但要一直清理，烦死。2. 按摩椅，不是说按摩椅不好用，只是功能太单一，闲置率高。不信的话，你去二手转让平台搜一搜，大多数都是8、9成新，甚至几乎全新的在转手。所以，如果你是3分钟热度的宝宝，劝你别买，因为浪费钱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当新鲜感褪去，也就忽略了它的存在，最终沦为堆放衣服的地方，关键还吃灰占地方。网友艾特二宝妈，丽姐，我加斥巨资买的按摩椅是老公过生日指定要的礼物，如今入住我家2年多了，就买回来第1个月，用了10几次，现在是扔不了，也卖不掉，成天堆衣服，还特别占地方。3. 消毒柜被网友戏称为厨房里最没用的电器，因为使用次数比任何电器都要少。毕竟家是私人场所，又不是酒店、饭庄，平时吃饭的碗筷基本上都是天天洗，真的没什么消毒的必要。最终花2、3千买的大件电器，也只能沦为碗篮、碗柜用，鸡肋得很。网友艾特山西酱醋茶，我家消毒柜装了3年，用了不到3次，一点不夸张。就算是疫情期间都没用，反而是用开水消毒来的实在。网友艾特鸭梨，2000多的消毒柜彻底沦为了碗篮。没装洗碗机后不后悔不知道，装了消毒柜超级后悔。这玩意还不如碗篮实用，放刚洗好的碗，水会直接漏在地上，还得拖地。4. 洗烘一体机，号称集洗衣和烘干功能于一体的洗衣机，看似高级，节省空间，真正用起来那叫一个扎心。想必大多数人用过一次就知道它的弊端，干衣功能太鸡肋。比如8公斤的洗烘一体机只能烘干3公斤的衣服，想象中洗完衣服直接烘干的场景根本不存在。还有不少用户吐槽，烘干后的衣服表面都是皱巴巴的，对衣服面料伤害极大。网友艾特恩小童鞋，听劝不要买洗烘一体机，会变得不行。烘干要很久，薄的内衣裤打底1个半小时，晒微多一点的衣服外套要烘3、4个小时，甚至5小时。总结一下，加了烘干功能就算没有，日常保养也变得麻烦，还增加了故障率。鸡肋不说，价格还贵，不如老老实实买个洗衣功能的。5. 吊椅，不要买吊椅，不要买吊椅，不要买吊椅。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这个鸡肋家具常年霸榜，鸡肋榜第1，还常年有人买，真的不理解。或许是它能给人提供一种少有的情绪价值，看到它就有一种很放松、很慵懒的感觉。说到实际体验，不仅不舒服，躺久了还腰疼。此外，还是吃灰占地方的一把好手。真想享受，就去买单人休闲椅，比这玩意实用太多。网友艾特初一大肥，这玩意简直无法吐槽。没买之前心心念念，入手后就后悔。坐着受力不均，极不舒服，关键在上面晃几分钟就晕得想吐，简直鸡肋。网友艾特是小陈陈呀，阳台吊椅3年了，又大又占地方，终于下定决心白菜价转手了。搬走的瞬间，心情都变得不一样了。6. 跑步机，如果要问家庭中最鸡肋的家居用品是什么，一定会有人说是跑步机。没错，众所周知，家庭跑步机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挂衣服，当然放鞋子、堆收纳箱也不在话下，所以也被众多网友亲切地称呼为昂贵的衣服架。对了，这些年跑步机的用法也一直在迭代换新，甚至有人开始用它挂腊肠了。网友艾特福宝小皮蛋，我跟你说，跑步机要想不闲置，一定要往大了买。这东西够大就可以晾被单了，非常好用，我有经验，听我的。网友艾特夏果裹了一个洞，说实话一直纠结想买一台跑步机的，偶然看到亲戚家的，直接劝退了。7. 厨房凉霸，别看它名字很霸气，但和空调没半毛钱关系，实际上就是吹风原理，和风扇一样。所以说，如果是夏天暴晒的情况下开启，吹出来的风也是热风，一点降温的作用不起。
还有，如果受不了直吹头顶风的，也别买。老妈家之前装了一个，说对着脑壳吹的头疼。另外，如果家里用燃气，风吹下来还会影响火苗，不是变小就是偏的。网友艾特熊熊的家，这玩意儿产出的那点风量还抵不上它的噪音，关键是吹出来的风和梁完全不沾边。过来人经验，要想厨房降温，就装空调一步到位。网友艾特橙子和汤圆，梁爸妥妥的智商税。入住2年，经历2个夏天，总共用过3次。大夏天在厨房做饭，开个凉坝等同于吹电热风，并且密密麻麻的小孔，还是个藏油渍的高手。含泪总结，除了吸油，别无任何用处。8. 各种小厨电，我敢打赌，大多数家庭的厨房里都会翻出来一堆闲置的小家电，什么早餐机、豆浆机、榨汁机、蒸蛋机、三明治机、酸奶机、煮蛋器等等。商家靠着功能细分的策略，有各种各样的名头让你买单。虽说大部分人都有一颗想成为厨神的心，但实际上每天忙得鸡飞狗跳的，哪有闲暇心情和时间做早饭？所以这些五花八门的厨房小家电，日常能用到的次数真的是屈指可数。网友艾特甜蜜梅子酱都说差生文具多，1个星期做不了1次饭，但小家电可一样不少。空气炸锅扔了，榨汁机扔了，面包机扔了，电磁炉送人了，现在就剩下微波炉和烤箱了。结语：奉劝大家，买任何东西的前提是生活中需要，并且能用得到，而且是经常用，利用率高，这样才会物有所值。千万别冲动消费，花钱买闲置品，放在家里不仅落灰，还占地方。新房装修，为什么大家对于客厅装修会格外重视？因为客厅是一个家的门面担当，同时也是会客和休闲的主要区域。不可否认，茶几作为曾经家庭中标配的家具之一，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。但现如今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在客厅装修设计上都舍弃了茶几呢？在我看来，客厅放与不放茶几，两者入住后的家居体验差别实在太大了。本期小东就和大家聊聊关于摆放茶几的那些事。1. 客厅为什么要摆放茶几？1. 传统观念，特别是在老一辈的眼中，在装修上还保留传统观念，他们会觉得沙发、茶几、电视柜这个3件套的组合本就是客厅该有的样子。直到现在，大部分人也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装修设计，甚至感觉缺少任何一件客厅都是不完整的。2. 功能需求，茶几从名字上不难看出，它还是有一定的功能性。比如南方人习惯了把它当作喝茶待客的地方，北方人甚至把它当成餐桌，一家人围坐在茶几旁，边吃饭边聊天。所以说，在国人的心目中，茶几不仅是一件家具，也是家人和朋友维系情感的纽带。除此之外，茶几还可以用来收纳储物，比如放置一些遥控器、水杯、小零食等杂物。2.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不要茶几？1. 太占地方。虽然茶几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，但必须要承认，它确实很占地方，这也是被大家诟病最大的地方。尤其是对于小户型客厅来说，十分不友好。很多人吐槽，客厅不摆家具还好，摆上沙发、茶几、电视柜之后，整个客厅瞬间变得非常狭窄，且显得空间更加拥挤。别说美观性了，就连过个人都非常的困难。2. 增加家务量。之前也提到，茶几虽说可承担部分收纳功能，但一旦有了茶几，家里人就会不自觉地乱放东西。时间一长，上面会堆满水杯、零食、杂志，还有一些小物件，基本上就变成了家里杂物的聚集地。这种情况下，不仅会影响家里的干净整洁度，还会影响客厅的颜值，同时也成为了家里清洁卫生的重灾区，无形中增加了家务量，收拾起来也相当麻烦。3. 活动空间受限。传统的茶几几乎占据了客厅的大半个空间，占地方又不好移动，而且还大大的降低了客厅的活动空间。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，一般这个区域会成为小朋友平时玩耍的主战场。小孩子天生就好动，很喜欢在客厅里跑来跑去，这个时候客厅中间的大茶几势必会成为最大的障碍。而且大多数的茶几都是那种方方正正的，会有尖锐的棱角，对小朋友来说很容易造成磕碰受伤，所以这也是很多有宝宝的家庭舍弃茶几的主要原因，为了就是来杜绝不必要的安全隐患。3. 客厅不放茶几有哪些装修建议？1. 边机或圆桌代替茶几。其实如果客厅不放茶几，完全可以用沙发边机、小圆桌或小推车等小型家具品来替代茶几的收纳功能。与传统笨重的大茶几相比，它们不仅造型轻盈简洁，而且方便移动，使用灵活性高。
既可以满足遥控器、纸巾盒等小物件的收纳需求，同时还能给客厅腾出更多的活动空间。2. 地毯加沙发的组合，舍弃茶几，客厅中间只铺地毯。这样的设计不仅会让客厅空间变得更宽敞，而且也能收获更多的活动空间。比如年轻人可以坐在地毯上追剧看电影，如果平时好友来做客，也可以围坐在地毯上打牌聊天。有小孩子的家庭，中间没有了茶几的阻碍，也能肆无忌惮地攀爬跑动，没有磕碰的危险。而且空间如果变得宽敞了，父母也方便陪同孩子游戏玩耍，更有利于增进亲子间的感情。3. 靠墙放书柜或矮柜，客厅不放茶几，也可以靠墙设计书柜或者矮柜。一方面，靠墙做边柜不占空间，还充当收纳储物功能，把平时不常用到的东西转移到边柜里，这样会让客厅变得更加干净整洁。另一方面，如果靠墙做书柜设计，这样拿取书籍也更方便，父母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阅读，培养孩子从小就养成爱学习的习惯。写在最后，总结一下，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不放茶几？这么说吧，以前的茶几，它一方面可以用来接待客人，一方面还是家里娱乐的地方。但是反观现在，特别是年轻人，家里一年也来不了几次客人，即便是有茶几，大多数也是摆设。而且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与强大，客厅的娱乐功能也日渐弱化，所以也就失去了茶几存在的意义。最后，小东也想问一下大家，如果家里在装修，你还会选择客厅放茶几吗？一张床垫对睡眠健康的影响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要想一夜好眠，跟选好床垫是息息相关的。一张好的床垫能给我们带好的睡眠，好的睡眠才会有好的体质。我们一天24小时的时间里，有约1/3的时间都在床垫上度过，觉睡不好就会浑身不适，一天都没精神头，更有甚者会失眠、腰酸背痛等，并且长期睡在不合适的床垫上，会直接影响脊椎健康，导致一系列病症的产生。本期小东就跟大家说一说，这5种不建议买的床垫，不是瞎说，都是多年的经验总结。1. 不买整网弹簧床垫。整网弹簧，它的结构依靠钢丝互相勾连组成，虽然有很好的支撑性，也可以承受很强的重量，并且有不容易塌陷的优势，但是这种结构最大的缺点就是睡感比较偏硬，而且抗干扰性差。像市面上的一些快捷宾馆或酒店，一般都是采用整网弹簧的床垫。如果是经常出差住宾馆的朋友会深有体会，夜里睡觉一旦翻身，床垫受积压就会发出各种声音，比如弹簧之间的摩擦音、弹簧回弹颤音、弹簧拉扯音等等。遇到睡眠质量不好的，受声音干扰就会影响睡眠质量。综上所述，对于睡眠浅的朋友，真心不建议买整网弹簧床垫。相对而言，更推荐选择独立袋装弹簧床垫，每个袋子都是一个个体，相互不干扰，静音效果也是最佳的。2. 不买分区多的床垫。什么是分区床垫？简单来讲，就是可以根据人体不同的构造，如头部、肩部、腰部、臀部等区域调节成不同的软硬度，从而来缓解人体疲劳，改善睡眠。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3区床垫。最初设计3区床垫是针对欧美体重严重超标的人群使用的，如图。之后经过技术升级，又在3区的基础上研发了5区、7区、9区，甚至11区，从而来宣导自己的产品功能更全面，睡眠体验感更好。但事实上，多区床垫根本经不起推敲，或者说实际使用后达不到宣传所说的效果。先给大家科普一下，其实分区原来很简单，就是利用弹簧线径的粗细来划分出不同区域，人躺在上面所产生的受力程度不一样，来实现身体不同部位的支撑力。但是咱们可以试想一下，人会有高矮、胖瘦之分，而且睡觉的姿势也不会是一个样子，所以分区的受力点肯定是不一样的，或者睡一睡就会偏离分区，从而使实际效果大打折扣。因此在我看来，除非是量身定制或者能达到智能设置，随时调节分区，随着你睡觉时的变化而变化，不然真的没啥太大的作用。所以奉劝大家，如果考虑分区床垫，选择基本3区足够了，没必要多花钱去当冤大头。3. 不买卷包压缩床垫。不夸张地说，现在市面上的卷包床垫快成网红产品了，一整张那么大体积的床垫居然能塞进一个小小的盒子里，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。对于商家来说，不仅节约了仓储空间，还方便运输。当然，如果做出口，
但物流成本也至少节省了一大块。而对于消费者而言，运输和入户也非常方便，尤其是特别适合楼道狭窄、电梯进不去的住户。那这种压缩卷包床垫到底值不值得买？我的理由是不推荐，原因如下：第一，边缘支撑性差，容易溜边。像这样床垫想要卷包压缩，就必然要去牺牲一些边缘的硬性加固支撑，例如 M 型加固，所以四周的支撑性不会太好。说白了，就是床边部位特别容易形成边缘塌陷。第二，弹簧偏细，睡感偏软，这一点也很重要，就是卷包床垫太软，不太适合国人体质，因为它用的是线径系的弹簧，细弹簧耐用性不高，而且支撑性差，睡感偏软，特别是小孩和老年人。除此之外，压缩床垫放置超过3个月，弹簧不仅无法恢复原来的形状，还会影响使用寿命。4. 不买杂牌没有品牌 logo 的床垫，这点常识相信大家一定都是明白的。就算买东西有预算，也有预算有限的情况，但是也不要因为不懂、不专业和贪便宜，就买听都没听过的杂牌产品，甚至产品上连品牌 logo 都没有的。这种床垫质量和环保性都要打个问号。虽然品牌不等于质优，但至少品牌都有专业背书，一般也是靠产品质量积累的口碑。价格虽说会贵一些，但起码服务和售后都有保障。5. 不买大牌溢价高的床垫。买床垫最重要的还是选材料、看配置。买品牌当然没问题，但如果为了追求品牌，为了撑面子而买，就没有必要了。就好比某明星自用的海思腾 H14STENS 床垫，一张床垫好几百万，真的是普通人无福消受的存在。另外，一些大品牌高端床垫品牌溢价也会更高。差不多配置的情况下，坦白讲，大牌高端床垫的水很深，差不多一样的配置，价格相差悬殊。某些品牌的床垫性价比真心不高。当然，不是说高端床垫不好，只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，根本没那个必要。一张床垫它的寿命周期也就是8到10年，材料用的再好，也会变形老化，影响使用。所以买床垫真没必要为广告费和品牌溢价买单，咱就选个国产牌子，挑个销量高的，价格在3、5千左右的就可以了。选床垫不是越贵越好，首先材料必须要环保，其次睡感要适合我们自己。只要满足这2点，一般价位的床垫也可以放心用。以上的床垫5不买，也是根据以往的从业经验总结下来的，希望大家买床垫时别踩坑。记得我小的时候，大多数家庭的洗澡方式还是传统的烧热水模式，但随着太阳能热水器的发明推出，让人们感受到确实要比烧水来的方便，于是家家户户都安装上了太阳能热水器，在10几年前可谓是红遍大江南北，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，都在享受太阳能热水器带来的便利。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，现在装修新房选择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人越来越少了，甚至还出现了一部分业主舍弃开发商配置好的太阳能热水器，而是改装电热水器或燃气热水器的情况。那曾经红极一时的太阳能热水器，为何如今会跌下神坛，渐渐被冷落了呢？本期小东就客观地说说太阳能热水器的优缺点，希望可以帮助大家避坑。先来看看太阳能热水器有哪些优势。1. 节能性高。太阳能热水器是靠阳光来加热水管中的水，吸收太阳光后，再将光能转化成热能，可以24小时提供热水。要知道，太阳光照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，说白了，只要天气晴朗，热水就可以一直免费用。虽然在冬季光照时间短和光照不强的时候，也需要通过部分电能来进行辅助加热，但是对比完全依靠电能的电热水器来说，显然节能性更高。而对比燃气热水器而言，不会用到天然气，也就在能源消耗上可以节省很大的一笔花销。2. 节省室内空间。目前来说，不同类型热水器对安装条件和环境会有一定的限制，比如说常见的储水式电热水器以及燃气热水器，一般都需要安装在室内的厨房、阳台或者卫生间。但是太阳能热水器安装的条件却恰恰相反，因为它需要吸取太阳光照才能达到想要的制热效果，所以需要选择能够照到足够太阳光的位置安装，比如说家里的院子或者是屋顶，这样也就节省了室内的空间。3. 安全性高。这点很好理解，因为太阳能热水器是通过太阳能进行加热，所以一般会安装在屋顶，也有高层选择悬挂在室内的，总之都是人员不能触碰到的地方，这也就避免了触电的风险。相对于燃气热水器而言，
没有气体污染物的排放，也不会出现燃烧不充分的一氧化碳中毒问题，更不会出现煤气闪爆危险。所以太阳能热水器安全性更高，可以放心使用。4. 使用寿命长。太阳能热水器不仅节电节气，而且耐用寿命长，正常使用情况下不易损坏。一般来说，家用电热水器的寿命普通在8年左右，燃气热水器则是在6年。这两种热水器即便是每年都定期保养，但时间久了也会出现内部零件老化问题，所以超过年限就要更换新的，不然容易发生安全隐患。但是太阳能热水器的使用寿命会很长，一般正常使用在10年左右，如果定期维修维护，基本都能使用到15年以上，甚至更久时间。再来说说太阳能热水器为什么不红了，它的劣势在哪里？1. 使用上的不便。太阳能热水器的自身优势是节能不耗电，这也是大家认可的点，但是说到底也是靠天供热的玩意。说白了，太阳能加热的效率完全取决于天气的好坏。夏天光照强的时候水温就高，遇到阴雨天气放出来的基本也都是凉水，到了冬天能用到的时候更是少之又少。可能有的人会说，现在的太阳能热水器也有电热辅助装置，可以在光照不够的时候通过热能辅助加热的，但问题是太阳能电加热成本很高，一般200升储水量的太阳能热水器加热时间过长，能耗大，而且夜间加热不明显，这就导致了很多人放弃了它。2. 浪费水，舒适感不强。咱们都知道，一般太阳能热水器多数是安装在楼顶上，需要把室内的水管和顶楼的热水器连接，才能提供热水，所以这就导致管线太长，里边会有大量的积水，所以每次用之前都要先把冷水放出来，然后才有热水。另外就是使用热水的舒适感差，因为太阳能的水温是根据天气而定，这也就导致水温的不稳定，夏天烫得要死，冬天冻得要死。还有由于太阳能热水器热水的最高可以达到100摄氏度，与冷水温差很大，尤其是在洗澡淋浴时，其他人一般就不能使用热水或冷水了，因为一旦使用会影响冷热水的水压变化，会出现忽冷忽热的现象。3. 维修成本高。太阳能热水器因为是安装在楼顶上的缘故，经常风吹日晒的，所以定期的维护检修是少不了的，不然用几年就容易出问题。像检修水管、更换密封圈等等，维修一次人工费加上更换损坏部件，一般来说少则几百，多则上千，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4. 后期养护麻烦。加上太阳能工作原理，使用上会让水管内时常有泥沙残留，这种杂质长期在水管内部会对机器造成轻微的损伤，所以太阳能水管需要经常性的清洁，但其内部结构相对复杂，一般需要专业人员来维护，如果是地区偏远的乡镇用户，会导致维护上的不便，所以使用率也就大大降低了。5. 可替代产品太多。随着技术的发展，更多不同类型的热水器产品涌入市场，最常见的就是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，不论是从使用和安装上都非常的方便，并且再也不受天气和储水量等问题的困扰，真正解决了每天都能在家洗澡的大难题，所以这也就让每天都有用热水需求的家庭直接选择了它们。总结一下，总体来说，太阳能热水器节能环保，热水便捷，其实算是一个好产品，但它的弊端也太过明显，过分的依赖天气和光照，这就导致了用户使用上的不便，而且因为安装环境受限，这也造成了后期的维修和养护都非常麻烦，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，也就渐渐的被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等产品替代。不可否认，这些年在家庭装修中非常盛行温馨的原木风、奶油风装修，那种浅色系与原木色的搭配，让家多了一丝烟火气，温馨感十足。但是大部分人在选择地面材料时都很纠结，归根结底是因为地板虽满足了原木风的温馨感，但防潮性差，售后问题多。瓷砖虽说不怕水，但又没有地板那种天然的木材纹理。当木纹砖这个产品进入家装市场后，它的出现是否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？那木纹砖都有哪些优缺点？为什么有些人用过之后就后悔了？在我看来，木纹砖虽然优势明显，但也有4个突出问题是硬伤。1. 为什么有些人会喜欢木纹砖？它有哪些优点？1. 木纹逼真，颜值高。从视觉角度看，木纹砖表面花纹是仿造天然木材纹理，
所以铺装后具有木地板的视觉效果，颜值很高，铺装效果显着非常高档。而且木纹砖还可以不同造型铺贴，例如人字拼、鱼骨拼等。2. 耐磨度高，不怕水。从耐用角度看，木纹砖是砖类产品，非常耐磨，同时还不怕水，特别适合南方朋友，既享受到木地板的颜值效果，又不怕潮湿的天气环境，售后问题基本没有，非常省心。相比较之下，木地板耐磨度不够，需要精心维护，而且木材遇水之后膨胀变形，情况严重的话还需要更换地板，且售后问题也多。3. 环保，无甲醛。木纹砖对比木地板还有一个较大的优势，就是木纹砖是瓷砖，环保无甲醛。很多朋友因预算等原因没办法选纯实木地板，而选择3层实木、多层实木，甚至是强化地板，那么选择这几种产品就会面临选不好就存在甲醛隐患。尤其是在地热盛行的北方，地热会使地板加速释放甲醛，所以这也是很多人选择木纹砖的原因之一。凡事都有两面性，木纹砖也是如此。很多人装修新房之前，因为没有经验，自然而然的会去网上看看别人家都装什么风格，用什么材料，包括小编也一样的。看到有网友家用木纹砖，装的效果也是自己也喜欢的，就盲目跟风。但等到实际用过之后，才发现木纹砖不可避免的4大硬伤。2. 为什么说有些人用过木纹砖会后悔？它都有哪些硬伤？1. 平整度差，质量参差不齐。因为木纹砖大多数都是由大砖切割而成，有些避免不了就出现了中间拱两边翘的现象。越长的砖平整度越差，铺贴后存在高低差不平的情况。听熟悉的瓦工师傅说，基本每个品牌的木纹砖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种情况，并且上网看网友真实反馈后，几乎都有铺装后平整度相关的缺陷。网友真实反馈暖洋洋，虽然一直知道木纹砖容易铺不平，但是我那最高最低的那一个地方都有 0.4 至 0.5 厘米了，返工了一共8片，还刚好赶上我这边安装中央空调的时候来返工，现场真是乱得一塌糊涂，闹心。橘子的家最初选木纹砖其实并不是为了省钱，总之一言难尽。虽然也了解过木纹砖多少会有铺不平整的情况出现，但这个高低差我真的哭了。2. 表面藏污纳垢，不好打理。为了仿照真实木纹的感觉，有些木纹砖表面采用了凹凸有纹理的设计，表面不平整，在日常打理卫生的时候，这些有纹理的地方就容易藏污纳垢。很多人买的时候没多想，都觉得瓷砖都是好打理的，用过之后才后悔，当初不如买平面的了。网友真实反馈周瑶瑶，听我一句劝，尽量不要买表面有纹路的木纹砖，不然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，擦的我手抖啊，太能藏污纳垢了。兔子还是想劝想买木纹砖的朋友，别选表面纹路太深的砖，卫生真的难搞。3. 造价高，人工费贵。市面上的木纹砖质量良莠不齐，价格也是一样有高有低，买个大品牌好一些的木纹砖，其实算下来还是比实木地板便宜不少的。但是买砖的费用可不是铺装后的费用哦，后期的沙子水泥先不算，人工费70100平方左右，加上美缝费用2580平方左右，整体算下来要约合200300平方了，这个价钱都可以买到原木地板了。网友真实反馈阳光，木纹砖比普通瓷砖要贵一些，还可以接受，但后期真的太费钱了，上楼费、人工费、环氧采砂、美缝钱加一起，不如买木地板了。4. 美缝不好做，容易翻车。大家基本都知道，木地板是卡扣式安装的，把每片地板按照卡扣的朝向拼好就可以，而木纹砖是瓷砖，都是用水泥砂浆铺贴在地面上的，正常情况下都是要留收缩缝，然后用美缝剂填好缝隙处。但是由于木纹砖本身会存在变形的情况，铺贴后2个缝隙处有高低差，这就导致美缝的时候不好施工，后期高低差更明显了。网友真实反馈Cancinia 装修到现在脾气都被磨没了，但是这次的坑真的很大，木纹砖高低不平，美缝之前看不大出来，美缝以后特别明显，工长说是砖的问题，为什么不早说？气愤。再有就是选择美缝的材料大多数都是美缝剂或环氧采砂，美缝剂因为是亮面的质感，所以用在亮光瓷砖上效果会更好，环氧采砂是磨砂哑光质感，所以用在抛釉砖、仿古砖等哑光瓷砖上效果更好，因此木纹砖建议选环氧采砂效果更好。
建议大家在填充材料颜色的选择上，还是自己多费费心，尤其一定要在白天趁阳光正好的时候选颜色，别像下面网友一样选错颜色，追悔莫及。网友真实反馈，艾特乌林凯，装修用的东西一定要自己确认，别听推荐。本来原木风的家变成孙悟空的眼睛爆闪，有种有家不想回的感觉。艾特贝卡，本来和师傅沟通好颜色了，上班不在家，家里老人却直接改成金色，说是大气，真的好像袈裟，已经重做了。必须要承认，木纹砖相比于瓷砖和木地板有着天然的优势，但不可忽略的缺陷也很明显，所以在选择时切勿盲目跟风，适合自己需求的才是最好的。最后，也希望这篇文章能让大家在选择木纹砖的时候带来一些参考和帮助。